我10年寒窗苦读，终于成了状元郎。本以为能为民请命，结果被大贪官系统逼着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当晚，我便亲手抄了恩师的家。深夜，虾仁独自在书房，心中全是未来的蓝图。突然，一个声音在虾仁脑中炸响：检测到宿主强烈情绪波动，大贪官系统绑定成功。谁在说话？装神弄鬼，给我滚出来！新手任务发布：24小时内从恩师方正清出，贪墨白银1万两。什么？你让我去害恩师，他一生清贫，哪来的1万两？荒唐！任务失败，宿主将遭受神魂撕裂之痛。倒计时开始。我虾仁寒窗10年，为的是匡扶社稷，绝不做此等猪狗不如之事。你休想！话音未落，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瞬间贯穿我的4肢百骸，我猛地栽倒在了地上。是否接受任务？恩师待我如此，我怎能加害于他？检测到宿主抵抗意志过强，惩罚加倍。我不想死，我还有抱负，还有心丸，可这条路竟是以恩师的血泪铺就吗？别再电了，我做还不行吗？虾仁，你这是做什么？方先生，别来无恙啊！奉旨办案，有人举报你私藏反书，意图谋逆，还请配合。你胡说！我方正清一生坦荡，何来逆党书信？虾仁，你忘了魏师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呵呵，教我怎么像你一样，一辈子守着这破宅子，当个穷酸腐儒嘛！给我搜！锦衣卫如狼似虎地冲了进去，翻箱倒柜。很快，他们只搜出了一个装有200两纹银的破木匣。大人，这老东西太穷了，就这点钱。系统，你当真要逼死我啊？不够，还差9800两。方正清，你贪墨的赃款啊，说藏哪了？我一生积蓄仅此而已。虾仁，你到底中了什么邪啊？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既然没钱，那就画押吧。这是万通钱庄的欠条，9800两，正好。你不仅要夺我家产，还要我背上这还不清的血债。你这个孽徒！孽徒先生，这世道清高是活不下去的，这是你教我的最后一课。在虾仁的命令下，锦衣卫强行逼着方正清在欠条上按下了手印。看着那鲜红的指印，方正清气血攻心，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虾仁拿着欠条，不敢回头地离去了。刚走出门外，被一个声音叫住了：“站住！”听到这声音，虾仁身体一僵。沈星丸手持长剑，那双曾对我充满爱意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震惊、心碎和无尽的恨意。虾仁，你这个畜生！接上集，虾仁在离开方正清的宅子时，被青梅竹马的沈星丸持剑拦住了去路。虾仁，你这个畜生！方先生待你如此，你怎能下得去手？待我如此，就是叫我守着清高，饿死街头嘛！沈大小姐，你没穷过，你不懂。你忘了我们一起立下的誓言了吗？你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誓言？笑话！那东西能换来1万两白银吗？能让我在这个吃人的京城活下去吗？沈星婉，你太天真了！我们的争吵引来越来越多的百姓围观，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能感受到无数道鄙夷、愤怒的目光。虾状元，你不能这样啊！那可是方先生。骂吧，骂得越大声越好，我需要这恶名。虾仁，你看看那里，那是我祖父立下的，你玷污的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风骨。风骨，好一个风骨！既然要玷污，那我就玷污个彻底。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我一把夺过旁边卫兵手中的巨大铁锤，大步流星地走向那座石碑。虾仁，你敢！我有什么不敢？这没用的石头早就该碎了。大师！呵呵，你看这没用的石头，哪有真金白银来的实在？在众人惊惧的目光中，虾仁头也不回地离去了。回到府中，我卸下所有伪装，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少爷，都过去了。过不去了，老夫从今往后，我就是大禹朝的罪人了。恭喜宿主坐实恶名，引爆舆论，任务超额完成，奖励高产土豆种子1袋。宿主背负的每一份骂名，都将化为拯救这乱世的希望。虾仁在得知高产土豆的作用时，也是一脸的震惊。高产土豆这东西真的能让百姓填饱肚子，拯救这乱世的希望。好，这骂名我虾仁背了。新任务发布，3日内获得户部侍郎张狂的赏识，并加入其阵营。张狂，很好，我的下一块垫脚石送上门了。砸碎7节碑后，虾仁的恶名成了京城最响亮的招牌。户部侍郎张狂的寿宴，虾仁这无耻之徒变成了最显眼的宾客。砸碎风骨换来的请柬，他也配来？你看他那样子，哪还有半点状元郎的风采？活脱脱一条哈巴狗。
张狂充耳不闻，得意地看向了虾仁。这不是虾状元吗？听说你最近在京城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呵呵，正题来了，虚名而已。下官今日前来，是特为大人献上一首贺诗，以表敬仰之情。虾仁话音刚落，满堂皆是压抑不住的嗤笑声。哦，念来听听。愿效前贤报明主，为国为民立肝胆。鹰击长空会有时，犬马之劳何足盼。虾仁，你无耻谄媚之语，无我等耳。张大人，此等小人，当逐出府去。这。大人，您回想一下他说的每句诗开头的第一个字。张狂一愣，嘴唇无声地吸动着那4个字：愿为鹰犬。虾大人，你真是个聪明人，是个真正懂我的人啊！来人，看座，给虾大人上最好的酒。虾仁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被张狂请上首席。看来这一步我是走稳了。虾仁在张狂寿宴上献藏头诗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京城。愿为鹰犬，虾仁，你当真堕落至此了吗？我不信。沈星婉烦躁的起身，目光扫过书桌上的棋盘，动作猛地一顿，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他。星婉，记住，这盘棋还没下完，朝中有鬼，不要相信任何人。沈星婉猛地回神，看着他手中父亲留给他的这枚黑玉棋子，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爹，你说的对，我不该相信任何人，更不该相信我看到的。虾仁，我一定要亲自问个明白。深夜，虾仁坐在书房中，他知道沈星婉一定会来。这时，窗户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一道黑影如猫般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进来。虾仁，呵呵，你终于来了。你知道我要来。虾仁，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不信你会。甄小姐查案查到我房里，你可知有些真相比刀剑更伤人。清晨，虾仁刚送走带刺的沈星婉，便被张狂召入到了密室。这么着急把我召来，看来真正的考验要来了。呵呵，虾仁啊，你那首诗本官很喜欢，但光会耍嘴皮子，可当不了我张狂的鹰犬。大人教训的是，下官正有寸功，想献给大人。哦，说来听听，那个天天在朝堂上咬我的老东西王御史，你打算怎么让他闭嘴？果然是他。大人，直接让他消失，手段太糙，也容易惹麻烦。下官以为杀人不如诛心。诛心？怎么个诛心？王御史这人油盐不进，看似无懈可击，但他有个唯一的命门，痴迷古玩。这谁不知道？他为了个破瓶子，能3天不吃饭。大人，他毕生所求是一件传说中前朝的传国玉玺高仿品。巧了，下官正好知道此物的下落。3日后，清风茶楼，虾仁设下的局，王御史以为是同号间的深夜鉴宝，却不知等待他的是一个身败名裂的陷阱。没错，就是这个质地，这个刻工，苍天有眼，竟让老夫得见此等宝物。他话音未落，砰的一声巨响，雅间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虾仁，你带人闯我雅间，意欲何为？哟，王大人好雅兴啊！深夜与美人私会，还玩这么贵重的宝贝。你血口喷人，我乃与人交易古玩，何来私会？王大人与人通奸，人赃并获，给我拿下！得罪了王大人。你们这是过线，是过线！虾仁，你这个奸佞小人，不得好死！虾仁缓缓走到桌前，无视他绝望的眼神，拿起那个玉玺仿品，轻轻掂了掂。张狂，你的投名状我交了。门外，就在虾仁把玉玺递向张狂的瞬间，一个微弱却无比清晰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虾仁脑中响起：真意沉鱼落水。虾仁的身体猛地一僵，递出玉玺的动作停在了半空中。丞相魏雍，阉党的顶点，得知虾仁为张狂办理的事情后，他绕过张狂，单独召见了虾仁。虾仁啊，咱家听说你很会为上官分忧，为相爷效劳是下官的本分。张狂是头好狗，可惜太肥了，只会吃，脑子慢。你不一样，这是在敲打张狂，也是在考验我。下官对相爷、对张大人绝无二心。起来吧，咱家喜欢聪明的孩子，有个小差事你去办。城南有个姓李的老学究，藏了本前朝安史的孤本，咱家想看看。相爷放心，3日之内，此书必在您案头。记住，咱家只要书，至于用什么法子，咱家不管。第二天，虾仁给了李学士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许诺了一切他能想到的，但他油盐不进。下人，你本是状元之才，为何自甘堕落，与阉党为伍？那安史乃前朝血泪，岂能落入奸佞之手？老东西，给你脸了是吧？你斯文败类！我刚得到消息，你远在江南的小孙子聪慧可爱，前几日是不是刚学会喊爷爷？你要干什么？祸不及家人。我只知道斩草要除根，猪还是孙子，你自己选。
李学士眼中的光熄灭了，他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颤抖着双手把那本古籍递给了虾仁。拿去，拿去！虾仁，你这朝廷的鹰犬，读书人的耻辱，老夫咒你不得好死！骂吧，骂得越狠，我背负的罪才越有价值。虾仁再次回到这间密室，将那本承载着一个老人所有傲骨和希望的古籍呈给了魏庸。相爷，幸不辱命！就在虾仁递出书的刹那，那个空灵的声音再次在虾仁脑中炸响：非破不立，就至必分，火烧九都，放的心声。虾仁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想到能为相爷拿到此等宝物，心中太过激动。好，很好，你比张狂那头蠢猪好用太多了。听说他私吞了南下的赈灾款，去把钱给咱家拿回来，把他给咱家处理干净。魏庸竟然要我处理干净张狂，直接查账只会让他有时间销毁证据。对付这疯狗，就要用比他更疯的法子。我要他死在所有人的眼睛里。第二天一早，我用他来的银子买了许多口棺材。此刻，他们像一座大山，将户部衙门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张大人，南境灾民的新家已送到。反了，反了！你们想造反吗？虾仁，你这是公然冲击朝廷衙门。我只是想替南境枉死的灾民来向张大人讨个公道。说得好，我老家的亲戚就饿死了，根本就没看到赈灾营。虾仁，你这个疯子，你给我等着，等相爷来了，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等不及了，我今天就是奉了相爷的令箭来请张大人上路。魏庸的令箭就是最好的通行证。虾仁带着清兵长驱直入，张狂被堵在了书房里。虾仁，你别忘了，你我都是相爷的人，你动我就是自断手足。张大人，手足若是烂了就得砍掉，不然会要了全身的命。你私吞南下的赈灾款，真以为相爷会不知道？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张狂被当场拿下，家产尽数充公。系统的提示音在脑中响起，但虾仁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魏庸的手下秘密带到了他的书房。整整100口棺材，呵呵，虾仁啊，你可真是让咱家很惊喜啊！下官只是为相爷清除障碍。你就是咱家最锋利的一把刀，给咱说说看，这天下的未来。天下未来，这魏庸就是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虾仁啊，张狂这个位子空出来了，咱家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下官何德何能，全凭相爷栽培。呵呵，起来吧，你的能耐咱家都看在眼里。不过想坐稳这个位子，你得再给咱家那一份投名状。请相爷示下，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南境大旱，灾民遍地，朝廷的赈灾银子杯水车薪啊！你去给咱家从那些地方绅士身上再搜刮100万两回来。触发紧急任务：瘟疫的真相。任务目标：解决南境瘟疫。失败惩罚：抹杀。瘟疫不是旱灾，魏庸这老狐狸，这是在逼我去送死啊！100万两，相爷放心，保证给您刮出300万两来。3日后，虾仁他们来到了南境的一处山坳里的乱葬岗。少爷，这里。福伯，你在这里等我，我到前边看看。说完，虾仁深吸一口气，踏入了这片死亡之地。系统赋予我的能力需要媒介，越是心死的，承载的声音就越清晰。虾仁走到一具刚被扔下不久的尸体前，指尖触碰到冰冷骨骼的瞬间，无数画面碎片在脑中飞速闪过。水里有毒，这不是天灾，是矿场，他们在排毒水，救救我的孩子。我以钦差的身份南下，一路所见却与旱灾2字毫不相干，这里分明是一座人间炼狱。任务瘟疫的真相第1阶段完成，锁定污染源头，奖励宿主青霉素提纯工艺图纸1份。青霉素，这系统究竟是什么来头？少爷，这地方邪性得很，您还是回马车里吧。福伯，官文上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可这地根本不干。少爷，您的意思是？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为今之计，我脑中那张名为青霉素的图纸是我唯一的生路，也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可我别无选择，只能踏上去了。系统，不管你是什么，这次我赌上了一切。福伯，少爷，您总算回过神了。昨日在乱葬岗回来，你就心不在焉的样子。立刻传我命令，以丞相之名强征城中所有药铺的青蒿、黄连，还有所有粮铺里发霉的米粮。发霉的米粮，少爷，这会吃死人的，您这是要干什么啊？就说是为相爷炼制长生金丹，谁敢不从，以叛国通敌论处。1个时辰内，我要东西都到城南的废瓷窑。少爷，万万不可啊！南境百姓本就苦不堪言，您这么做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国难财第一摊这骂名，咱们虾家背不起啊！背不起也得背，这是命令。
虾人掀起的民愤像一场风暴，也终于把他引来了。大小姐，查实了，虾人这2日已是天怒人怨，百姓都骂他是瞎阎王，他抢征来的东西全都秘密运进了城南的废瓷窑。征的东西很奇怪，除了药材，还有大量发霉的粮食，不为钱不为粮，他到底想干什么？据线人说，那瓷窑日夜黑烟滚滚，气味诡异，有人猜测他是在炼制邪门的毒药，献媚阉党。毒药，搜刮民脂民膏，炼制草菅人命的毒物。好一个状元郎，好一个虾人，集所有人手。今晚我要让他人赃并获。成了，少爷，这就是您说的能救命的神药。南境的百姓有救了，福伯立刻分装，天亮前都不许动。今晚，虾人，国难当头，你竟在此处用百姓的救命粮炼制这些害人的东西。害人的东西不，这是救人的药，可我不能说啊，这系统太坑人了。虾人，你草菅人命，罪证确凿，束手就擒吧。虾人，你草菅人命，罪证确凿，束手就擒吧。这可怎么解释啊？任何解释都会暴露秘密，害死所有人。我只能比他们口中的恶鬼更像恶鬼了。罪证，枕星丸，你太天真了。谁告诉你我炼的是毒药？难道不是吗？你抢征药材，搜刮煤粮，搞得天怒人怨，不是为了炼制这些害人的东西，又是为了什么？害人？不，我这可是能让魏相爷长生不老的仙丹啊！你无耻！你竟为虎作伥到如此地步！无耻能换来滔天权势，无耻又算得了什么？可惜啊，这等神物，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没资格看。你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倒想问问你们想干什么？冲撞相爷仙丹，炼制重地，毁我神药，福伯将御史台众人以妨碍公务，以图谋逆之罪就地软禁，谁敢反抗，格杀勿论。小姐，我好冷。小六，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啊！有人病了。吵什么？虾大人有令，斗不死你们就行。福伯，求求你，我的书童病了，他快不行了，快去请个大夫。大小姐，现在整个南境都是病人，哪还有大夫？再说我们少爷的命令，谁敢违抗？少爷让我演一场恶人，就是要让他彻底绝望，这样他才不会怀疑这碗救命水。哎呦，真晦气，这是我的，你们自己分吧。算时间，那药效应该已经发作了，刘太医也应该快到了吧？老师，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了你的事，连夜赶来。虾人他总算还卖老夫一个薄面。小六怎么样了？他昨夜高烧昏迷，可不知为何后半夜竟奇迹般的退烧了。刘太医走到小六身边，搭上他的脉搏，表情从疑惑变为了震惊。这怎么可能？老师，怎么了？脉象虽虚，却已无性命之忧。瘟疫之症如山崩之势，岂有不发汤药一夜自愈的道理？这绝无可能。可是昨晚我们只喝了，难道今晚我们可能错怪他了？沈星晚的怀疑就像是悬在虾人头顶的剑，但南境的瘟疫是压在万民身上的山。虾人没有时间解释，只能用一场更大的恶去终结这一切的源头。哎呦，顾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这穷山恶水的，脏了您的官靴啊！穷山恶水，我看是养了一群废物，拿这种破铜烂铁糊弄朝廷，糊弄魏相爷，你们是想死吗？大人息怒啊！这矿脉最近确实。别跟我说废话！今天本官不想见血，所有矿工工钱照发，让他们立刻滚！1炷香之内，但凡让我再看到一个矿工，就地乱棍打死！大人，这人手都走了，这矿人走了，不是还有你这个精英吗？本官要亲自下井看看，你到底是怎么监的工？带路！这墙好像是空的。不可能，大人，这就是普通的岩壁。虾人懒得理他，伸手在岩壁上一按，系统的万物有声能力发动，一个声音在虾人的脑中炸开：这批精铁即刻送往燕山大营，此乃为公亲军，不得有误。燕山大营，资军，魏庸你好大的胆子！是时候送这监工上路了。这地方不错，风水宝地，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福伯，拿下他！虾人点燃了从张狂那里贪来的火药引信，一声巨响，瘟疫的源头连同那些秘密被一同埋葬在了万丈深渊之下。但虾人知道，一个更可怕的秘密才刚刚开始。魏庸，你贪财只是表象，谋逆才是真容啊！原来你要的是这整个天下。从南境回京，虾人直接被请进了丞相府。虾人啊，这次南境之行辛苦你了，一场意外就解决了瘟疫的源头，真是天佑我大鱼啊！
全赖相爷洪福齐天，下官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可惜了王监公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是啊，死得其所。咱家听说矿场塌方前，你把矿工都遣散了，真是菩萨心肠啊！刁民而已，死了也是给朝廷添麻烦。倒是那些监工都是相爷的得力干将，下官痛心不已。好一张利嘴，滴水不漏。哈哈，好一个痛心不已。咱家就喜欢你这股狠劲，这天下就该是咱们这种人的。这是调动京城卫戍的虎符，你办事咱家放心。这几日京中不太平，你又是孤身一人拿着这个，以防万一。说是保护，就怕这是催命符啊！相爷，这下官何德何能？咱家说你能，你就能，收下，回去好好歇着吧。虾仁在丞相府回来的当晚，便遇到了刺杀。福伯拼死抵抗，才救下了虾仁。老福你撑住！少爷，老奴乃前朝玄甲卫校尉，奉先帝遗命誓死护卫少主周全的。虾大人，福管家他性命虽然保住了，可是伤得太重，恐怕要休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痊愈了。魏庸，你这是在逼我！来人！大人，传我命令，召户部所有官员立刻到衙门大堂集合，就说本官要整顿户部。户部大堂内，百官云集，怨声载道。他们等了整整1个时辰，虾仁却迟迟没有现身。搞什么名堂？大清早把我们都叫来，他虾仁好大的官威呀！侍郎大人，您听说了吗？昨夜虾府遭了刺客，闹得动静可不小。活该！他断了多少人的财路，仇家遍地，指不定是哪路神仙收了他。就在这时，所有议论声戛然而止。虾仁缓步踏入，众人纷纷低头，不敢直视。虾仁直接走到主位，手紧紧地抓住了座椅。万物有声全力发动，数十年间，所有在此地密谋的贪腐之声、金银流向、罪恶交易，化作亿万信息洪流，冲进了他的脑海。虾仁，你发什么疯？一大早把我们都叫到此处，到底要干什么？看到有人带头，虾仁嘴角露出笑意，抬起手指向了他。李侍郎，你家后院第3棵槐树下可是藏银3万两。虾仁，你还有你，王主事，你夫人的嫁妆，那尊空心金佛里塞满了地契300张，对不对？你，还有你们所有人，一个都跑不掉。陛下，不好了，虾大人他昨夜，说他又给朕捅了什么天大的篓子？他执魏襄的令箭，连夜抄了吏部、户部、工部等16位朝中大员的家，现在整个京城官场人心惶惶啊！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把朕的朝廷当成什么了？屠宰场吗？魏庸好一条疯狗！可是陛下，据禁军初步清点，超出的银两足以填满咱们空了3年的国库。你说什么？白银逾800万两，黄金近100万两，各色珍宝田器不计其数。具体有多少？给朕1五1十的报上来。沈兴晚一路追查虾仁搜刮来的巨额赃款去向，线索却意外地指向了这片荒无人烟的河滩。小姐您看，那虾仁果然是贪得无厌，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竟在这里为自己修建如此奢华的园林。沈兴晚顺着侍女所指看去，眉头紧锁。这工地规模浩大，看似在修建亭台楼阁。不对，这位置是黄河决堤最凶险的鬼见愁河段，谁会把园林建在这种地方？一个惊人的念头在他心中升起，他不顾侍女的阻拦，快步爬上了附近最高的山坡。当他俯瞰整个工地全貌时，瞬间如遭雷击，愣在原地。这哪里是什么私人园林，那是一道长达数里、坚固无比的崭新河堤。它像一条巨龙，牢牢锁住了汹涌的黄河，守护着下游万顷良田。贪婪至此，却又散尽家财，做这等功在千秋之事。虾仁，你到底是谁？金銮殿上死一般的寂静，文武百官噤若寒蝉，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虾仁独自跪在殿中央。虾仁，你好大的胆子！没有朕的旨意，竟敢调动禁军，查抄16位朝廷命官，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还有没有王法？龙威如玉，百官吓得齐齐跪倒在地。陛下息怒！这皇帝看来这戏要演就要演全套啊！陛下，国库空虚，军饷难发，何妨待休？臣只是为陛下分忧啊！分忧？你这是在剜朕的心头肉！启奏陛下，虾大人已将抄没家产的一半，共计白银1000万两，尽数上缴国库。1000万两5个字一出，整个大殿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皇帝眼底闪过一丝炽热，但脸上怒意更盛。念在你为国库解了燃眉之急的份上，朕姑且饶你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虾仁罚俸3年，以儆效尤，退朝。皇帝说完，拂袖而去，留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
罚俸3年。虾人他刚抄了1000多万两银子，这算哪门子惩罚？御书房内，此时的皇帝脸上哪还有半点怒意？虾人呐，朕刚才在朝上是不是骂得太狠了？陛下天威，臣心悦诚服。好一个心悦诚服！你这次给朕送来了一场及时雨啊！为陛下分忧是臣的本分。国库是充盈了，但朕这心里还是不安生啊。魏雍他是头猛虎，为我大禹镇守北疆，劳苦功高。可这老虎啊，养得太久，爪牙就太利了，有时候连主人都快忘了。虾人心中一凛，他知道真正的戏要来了。所以啊，朕的身边还需要一条够凶、够狠、只听朕话的恶犬。有恶犬在侧，猛虎才不敢有别的心思。虾人，你明白吗？制衡之术，帝王心机。魏雍，你的死期近了。臣愿为陛下做那条最忠心的恶犬。陛下指向何方，臣就咬向何方。虾人走出御书房，长廊的尽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那里，仿佛已等候多时。虾人，你做得很好，但你要记住，刀若是太锋利，是会伤到主人的。一会的宫宴可要玩得尽兴。宫宴散后，酒意微醺的虾人被人引至此地，说有要事相商。刚要离开，一个身影便缠了上来。虾大人，你不能这样对我。公主请自重。虾人话音未落，安平侯带着禁军统领，面带正义的怒火冲了进来。虾人，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在宫中行此禽兽之事！侯爷救我！虾大人他喝醉了酒，对我。好一出栽赃嫁祸的戏码，实即人证物证，天衣无缝。虾大人，公主乃金枝玉叶，你还有何话可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嘿，还以为是什么风光无限的状元郎，在这儿好好待着吧你。狱卒的脚步声远去，天牢重归死寂。虾人缓缓走到墙边，伸出手，轻轻触摸着冰冷的石墙。这块石头至少有200年了，听听看，这天牢里都死过哪些冤魂？虾人闭上眼，神情专注。片刻后，他猛地睁开双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陷阱比我想的更深。安平侯不过是推到台前的棋子。魏雍，你想借他人之手除掉我这条不听话的恶犬，可惜啊，你算错了一步。小姐，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何事如此慌张？那个大贪官虾人出事了，听说他昨夜在宫宴后兽性大发，玷污了朝阳公主，被人当场抓住，已经打入天牢了。听到这话，沈星婉眼中闪过一丝快意，但稍纵即逝。哼，恶贯满盈，终有报应。就是，这下他人证物证据在，皇帝也保不了他，全京城都在等着看他被砍头呢。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他刚为皇帝敛财千万，正是圣眷正浓之时，为何要自毁前程？而且是朝阳公主，那个刁蛮任性、全京城都避之不及的女人，虾人的眼光不至于如此之差吧？小姐，您这是在为他说话？我不是为他说话，我是不能容忍一个漏洞百出的骗局，在我眼皮子底下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去，把昨晚宫宴的宾客名单以及离席时辰全都给我查来，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天牢中虾人的脸上没有丝毫阶下囚的惊惶，反而异常平静。此刻他的掌心正贴在墙面上，墙壁记住了昨夜狱卒们的闲聊。还是侯爷有手段，3下5除2就把那个姓虾的状元郎给办了。可不是嘛！听说那朝阳公主根本不情愿，是被侯爷拿她亲弟弟的前程威胁，才配合演了这出戏。原来如此，环环相扣，好一个死局！安平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虾人，三司会审，滚出来！公堂之上，主审官高坐堂上，安平侯站在一侧，满脸正义的悲愤。朝阳公主则跪在堂下，哭得梨花带雨。虾人，你身为朝廷命官，竟做出玷污公主清白此等禽兽之举，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大人，此等败类，国之蛀虫，必须明正典刑，以儆效尤。虾人立于堂中，他冷冷地看着安平侯的表演，一言不发。看来你是无话可说了，来人！且慢！所有人闻声望去，只见沈星婉面带憔悴，不顾一切地冲入大堂，他身后跟着一个战战兢兢的老更夫。沈小姐，你来此胡闹什么？大人，民女有新的人证，可以证明虾人昨夜案发之时根本不在揽月轩。沈星婉身后的老更夫在官威下瑟瑟发抖，但还是颤声说出昨夜在宫中另一处僻静花园见过独自吹风醒酒的虾大人。你此话当真？小人不敢撒谎，小人还同虾大人说了几句话。安平侯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虾人看着堂上那个为自己奔走、面容憔悴却眼神坚定的身影，心中百感交集，一股暖流涌过。沈星婉，你总是这样，只有再赌一次了。大人，学生有一个请求。你说。学生请求亲自勘验公主被撕坏的衣物。荒唐，这与理不合。
侯爷是怕我发现什么吗？在主审官默许下，虾仁如愿地拿到了昨晚朝阳公主身穿的长裙。怎么办？她要是真的来了，公主别怕，您就把这本《西厢记》藏好，按侯爷说的做就行了。公主，您当晚看的是《西厢记》的画本，对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本藏在假山后边的《西厢记》，封皮是蜀锦，书角还有被茶水浸过的淡黄色痕迹。你为了缓解紧张，在我没到之前，你一直在看的。公主，我说的可对？听到虾仁的话，朝阳公主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她瘫软在地，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哭喊。是他，是安平侯，是他拿我皇帝的前程威胁我，是他让我诬陷虾大人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血口喷人，贱人，你敢诬告本侯？肃静，真相大白！安平侯构陷朝廷命官，罪加一等，来人，将他押入天牢，听候发落。大雨如注，冲刷着京城的街道。虾府门前，沈新婉在雨中不知等了多久，一辆马车在虾府门前停下。虾仁面无表情地走了下来，他一抬头便看见了早已湿透的身影。虾仁，我知道你一定是有苦衷的，对不对？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摊开手心，掌中静静躺着一只温润的玉簪，那是金榜题名前虾仁送给他的定情信。他的眼中带着最后一丝希冀。今晚快走，离我这个怪物远一点。看来只有让他彻底死心，才能让他远离魏庸这趟浑水。苦衷，沈小姐，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虾仁，你以为在公堂上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别天真了，这东西早就配不上我虾仁现在的身份了。喂，为什么？虾仁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走了进去。砰的一声，大门重重关上。门外，沈新婉终于支撑不住，缓缓跪倒在地，任由冰冷的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门内，虾仁身体无力地滑落在地，那张冷酷的面具瞬间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少爷，您的身体。福伯，我没事，去备车。这么晚了，您要去哪？去见一个能让我更快爬上去的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要保护想保护的人，没有站到权力的最高处。半个时辰后，马车穿过寂静的街道，停在了丞相魏庸的私人观星楼。虾仁，你看这脚下，万家灯火皆在丞相大人脚下。呵呵，可咱家看到的不是灯火，是脓疮，一个一个烂透了，随时都会炸开。你说这天下病到了这个地步，是该找几个大夫修修补补，还是该一把火烧干净，推倒了重来？魏庸，你终于要露出獠牙了，可这极其危险的问题，我若答错了，就是万劫不复了。呵呵，修补不过是苟延残喘，病已入骨，药石无医，依我看，不如烧个干净。哈哈，说得好，有魄力，你跟我来。虾仁跟了过来，他一边听着魏庸意有所指的宏论，一边不经意地将手按在了沙盘上，代表燕山和黄河的区。就在他指尖触碰到沙盘的瞬间，万物有声功能全力发动，无数混乱的声音如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燕山私兵已足3万，待明年黄河决堤，天下大乱，引他们入关，南北夹击，这大于江山，便是咱家的了。建立一个铁与血的新秩序。虾仁的瞳孔骤然收缩，他听到了魏庸最核心、最疯狂的秘密。就在此时，一个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在他耳边响起：检测到宿主接触到窃国及机密，主线最终任务开启，阻止魏庸匡扶社稷，任务实现黄河决堤之前，失败惩罚神魂俱灭，存在痕迹于此方世界被彻底抹除。巨大的震惊和来自系统的死亡威胁，让虾仁浑身一僵，脸色瞬间煞白。虾仁，你怎么了？没什么，学生只是被丞相大人这改天换地的气魄给震慑住了。最终任务的死亡倒计时悬于头顶，虾仁知道孤军奋战只有死路一条，他必须争取那个最不可能也最关键的盟友沈新婉。虾仁来到了沈府，沈新婉如一株清冷的寒梅挡在了门口。虾大人，我沈家如今只剩孤女，不知还有什么值得您这尊大佛惦记的？奉旨查案，户部主事王鹤贪墨案，有线索指认部分赃款账册藏于沈府。王鹤与家父素有旧怨，他会把东西藏在我家。虾大人，这借口未免也太拙劣了。沈小姐是在叫本官办案，还是说你想抗旨？后果你担得起吗？虾仁，你好，我倒要看看虾大人能从我爹这清白府邸里搜出什么来。书房内一尘不染，虾仁则直接走到了书案前，他的目光瞬间被棋盘上那枚孤零零的黑玉棋子吸引，他知道这就是他此行的目标。沈御史生前也爱对弈嘛，家父的遗物，还请虾大人放尊重些。本官只是好奇，能让沈御史如此珍视的会是怎样一枚棋子？
在他指尖与棋子完全接触的瞬间，一股冰冷的记忆洪流夹杂着绝望的嘶吼冲入他的脑海。老朋友，喝了它，这毒见效吗？只会让你看起来像突发恶疾，对你对星晚都好。魏庸，你这个烟狗，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呵呵，你若不喝，明天星晚就会因通敌叛国的罪名被送进教坊司。咱家保证会有很多人好好疼爱他的。好，我喝。听到这里，虾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握着棋子的手不受控制的轻颤。虾仁，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父亲不是病死的。你住口！不许你污蔑我父亲，给我滚出去！魏庸逼他喝下了慢性毒药，伪装成病故。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因为魏庸说你的心儿弱，知你因我而死，他定会与我不死不休，这盘棋就更有趣了。心儿二字出口，沈星晚如遭雷击，瞬间僵在原地。那是只有他和父亲之间才知道的最私密的童年昵称。为什么告诉我这些？看我笑话吗？因为你的恨是刺向魏庸最锋利的剑，也是我唯一的机会。智慧，你和他不都是一丘之貉吗？是你这样的鹰犬才让我爹。对，所以魏庸信我，他绝不会想到他最锋利的剑会反刺于他。他一字一句将一个疯狂至极的计划灌入沈星晚的耳中。3日后，魏庸的60大寿，你竟让我在宴会上去献舞，虾大人，你是在羞辱我吗？是剑舞，以你的名气和身世，他会答应。我会以护卫安全为由，清空外围，给你创造一个最接近他的机会。然后呢？一剑杀了他，就这么简单？他身边的护卫是死的吗？你杀不了他，但你的剑必须刺出去，带着你所有的恨，让他感觉到死亡。丞相府灯火通明，宾客如云，魏庸高坐主位，享受着百官的阿谀奉承。哈哈，诸位大人，今夜定要不醉不归啊！此时，沈星晚手持长剑步入场中，满堂宾客瞬间失声，都被他的绝代风华与眼中的彻骨寒意所震慑。沈御史家的千金，有趣，当真有趣，开始吧。魏庸话落，刚要拿起酒杯，沈星晚手持长剑化作一道寒芒，直刺魏庸咽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如闪电般从侧方冲入，长剑刺入了虾仁的胸膛。在沈星晚愣神的瞬间，护卫便死死地按住了他。魏庸惊魂未定地看着胸口鲜血淋漓，却依旧护在他身前的虾仁那双多疑的眼中，第一次闪过了一丝真正的信任和后怕。而沈星晚眼中没有绝望，只有一片死寂的清明。他抬起头，看到的却是虾仁那张冷酷无情的脸。记住，你的刺杀一定会失败，而我会是那个亲手阻止你并救下他的人。他生性多疑，不让他亲身感受你的杀意和我的忠诚，他绝不会带我去那个地方。把车颠簸了整整1日，虾仁被秘密带到了这处位于燕山深处的私兵大营。帅帐内，魏庸那份慈父般的关怀让人不寒而栗。虾仁啊，感觉怎么样？咱家这地方可比皇宫里那些庸医的药铺子强多了。义父孩儿何德何能，感劳义父如此。你为咱家挡了箭，就是咱家最亲的孩儿，安心在这养着。这里是咱家真正的根基，嫡子进城还安全。根基，魏庸，你终于肯让我看你的底牌了吗？义父，我听着外面似乎人马不少。哈哈，何止是不少，我的儿，这里有10万精兵，只听我一人的号令，他们才是我大于未来的希望。10万，他竟秘密练了10万私兵、粮草、兵甲，这绝不是一个丞相能有的手笔。义父神威，天下无双。呵呵，这算什么？走，还有个好地方让你开开眼。兵器库内寒气逼人，与朝廷武库中锈迹斑斑的兵器不同，这里的每一件兵刃都闪烁着嗜血的寒光。虾仁，你再看这些，北境蛮族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兵器，吹毛断发，他们用这些换粮食和丝绸，一群蠢货。这朝廷严禁与蛮族进行兵器交易，义父。朝廷那把破椅子上坐着的也配叫朝廷？我想要的是能砍断这腐朽王朝的利刃。虾仁的手指触碰到冰冷的刀柄，他将万物有声催动到了极致。一瞬间，无数嘈杂混乱的声音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汉王，只要你那边引黄河决堤，造成天下大乱，3日之后，我的铁骑将踏破雁门关，我们南北夹击这大鱼的江山，你我平分。怎么了，虾仁？是不是伤口又裂开了？黄河决堤，3日后，魏庸，你不是谋反，你是要卖国。虾仁坐在床榻上，将一块不起眼的木炭在指尖缓缓摩擦，炭上密密麻麻刻满了肉眼难辨的蝇头小字，这是他用尽心血换来的魏庸谋反卖国的全部铁证。少爷，您这是何苦啊？这地方就是龙潭虎穴。福伯，没时间了，拿着他从后山小路走，天亮前必须送到沈大人手上。少爷，可是您？这是命令，我虾家就剩你我了，你若出事，我怎么向我爹交代？快走！
老福将木炭死死藏入怀中，转身就要离去。然而就在此时，几支冰冷的箭矢已然对准了他。不好，少爷，有埋伏！快，有刺客，保护丞相！老福的吼声惊动了整个大营，他拼尽全力，疯了一般向着营外漆黑的山林冲去。大人，属下看到他临死前向营外的悬崖扔了一样东西。虾仁，我的儿，咱家待你如亲子，你为何要背叛咱家？老贼，你勾结蛮族，意图绝黄河，水淹万民，你不是谋反，你这个畜生是要卖国！呵呵，咱家本想留你一条狗命，继承我的大业，可惜啊，是你自己找死，把他拖下去，打断双腿，扔回京城天牢。咱家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是怎么输的。虾仁如一滩烂泥，被狱卒扔进了天牢最深处的囚室。他艰难地抬起头，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虾仁，你的腿，是我害了你，都怪我，是我一次次逼你，把你逼上绝路的，是我们输了，我们都输了。虾仁的意识已经模糊，但他听到了他的哭声，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不，还没完，黄河决堤！深夜，牢门上的铁锁被一刀斩断，几道黑影如鬼魅般闪入。他们身着狱卒服饰，但眼神锐利如鹰，身上带着浓重的血气。谁？玄甲卫统领赵克奉老主人临终密令，恭迎少主。沈新婉惊愕地捂住嘴，虾仁看着那张在记忆深处有些模糊的脸，一丝微弱的光在他死寂的瞳孔中重新燃起。福伯，他。福总管以身为饵，激活了最高密令，他是英雄。少主，我们接您回家。虾仁，先把药喝了，你的伤。不必了。赵克，我们还有多少人？京中潜伏玄甲卫共127人，昨夜突围，折损30，尚余97人，皆是百战之兵。97人，魏雍的大军和蛮族铁骑加起来有数十万，这怎么可能？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几十人对抗几十万大军，无异于螳臂当车。时间不多了，距离黄河决堤只剩3天。赵克派一队人，今夜子时炸毁玉泉山引水渠。少主，那是京城引水命脉，而且引水入城西洼地，制造沼泽。魏雍的先锋是蛮族骑兵，我要让他们在城外就变成泥里的死鱼。再派人去东市最大的几家米行散布消息，就说魏雍为筹军粮，明日要封城断粮，所有存粮充公。你要引发民乱？不，我要让城里的达官显贵先乱起来，他们囤的米比国库还多。魏雍想稳住京城，我偏要在他后院点一把火。他下达完一条条指令，最后那双亮的惊人的眸子望向了沈新婉，目光中有托付，有信任，还有一丝深藏的歉意。今晚你替我去见一个人。是谁？皇帝。御书房内空气中弥漫着龙涎香，却掩不住那份深入骨髓的寒意。沈新婉已跪了半个时辰，脊背挺得笔直。沈家丫头，你可知深夜强闯御书房是灭九族的大罪？臣女知罪，但臣女今日所奏之事，关乎大于江山，关乎陛下安危。若能换江山无恙，臣女九族万死不辞。说来听听，是替你那昔日的情郎大贪官虾仁求情吗？臣女不敢，臣女只为呈上此物，以证虾仁并非国贼。水泥配方，真是可笑！他贪墨千万，祸乱朝纲，如今拿一张破纸就想洗脱罪名，他是把你当傻子，还是把朕当傻子？陛下，配方只是其一，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这是3日前蛮族左贤王部潜伏于燕山古道，昨日午时魏雍的5000先锋伪装成商队已进驻通州。这图你从何而来？为何与朕暗卫传回的密报分毫不差？回陛下，这图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记，都是虾仁用他的命换来的。他加固黄河大堤，不是为了贪墨工程款，是为了迟滞蛮族南下。他自污名声，投靠魏雍，更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是为了揭露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大禹的惊天阴谋。阴谋？魏雍他想逼宫篡位？不，陛下，你想错了。魏雍他根本不想要您的皇位。你说什么？他引蛮族入京，是要在城中点起滔天大火。他要将您、将皇室宗亲、将满朝文武，连同那几十万蛮族铁骑一同葬身火海。然后他会以清君侧之名，将一切嫁祸给被烧死的蛮族。他要在京城的废墟之上，在百官的尸骨之上，建立一个只属于他的铁血新朝。御书房内落针可闻，皇帝看着那份详细到令人发指的布防图，和他一直暗中监视到的情况完全吻合，最后一丝怀疑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传朕旨意，调动京城3大营，封锁9门，朕要请军入瓮。帅帐之内，看着这份加急军报，魏雍的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相爷，黄河决堤了，北岸蛮族主力被洪水所困，至少半月无法南下。好啊，真是天助我也！那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要帮我扫清这最后的障碍。
可是相爷，这绝地的时间未免也太巧了，我们与蛮族的会师之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了蛮族，这京城就是一座纸糊的牢笼。传我将令，全军拔营，全速前进。午时之前，我要兵临城下，我要让那龙椅上的老东西亲眼看看谁才是这天下的新主。相爷，情况不对，我们派出去的3波探子都有去无回，连个响儿都没听到。末将心头总觉得不安，会不会是那老皇帝设下的陷阱？陷阱？他京城3大营的兵力阵了如指掌，就算倾巢而出，也不过是螳臂当车，故弄玄虚。一定是虾仁那个小崽子搞的鬼，想用这种办法乱我军心，可笑。大军缓缓停在京城朱雀门外，巨大的城门竟是4敞大开，黑洞洞的门内空无一人。相爷，这……魏庸没有理会他，只是死死盯着城门之上，在那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身影。虾仁，我魏庸一生算计，竟被你一个黄口小儿用如此狂妄的方式拦在城外。传令先进城，给本相活捉虾仁。冲！活捉虾仁，赏万金，封万户侯。相爷，我们中计了，有陷阱。我们的先锋营冲过街口的一刹那，朱雀大街中央竟毫无征兆的瞬间塌陷，数百名骑兵连人带马惨叫着坠入深不见底、布满尖桩的巨坑。稳住，都给本相稳住！分队从2翼小巷穿插进去。相爷，小巷里也有埋伏，我们被分割了，被切割的七零八落，全被逐一猎杀了。虾仁，你真的能听到全程？虾仁没有回答。万物有声成为了战场的雷达，整座京城都在他脑中绘成一幅清晰无比的战场地图，用手势指挥着身后的骑手。相爷，不行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敌人，他们好像知道我们每一步的动向，我们往哪走，哪就有陷阱。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虾仁又不是神仙。此刻，魏庸被彻底困死在空旷的皇城广场前，身边只剩下寥寥数十残兵。他猛地抬头，死死盯住城楼上那个身影，眼中血丝迸裂，充满了不甘与疯狂。虾仁，你下来，你我之间做个了断。沈清婉在城楼上张弓搭箭，一支火箭离弦飞出，精准命中广场四周城楼，火焰轰然腾起，将魏庸及其残兵彻底围困。虾仁被抬至火圈外，隔着炽热的空气，与火中的魏庸遥遥相对。虾仁，你这个疯子，为了杀我，你竟不惜焚烧皇城，让这万千百姓给你陪葬吗？我烧的只是你窃国的野心，至于这城，它比你想象的要坚固得多。哈哈，说得好听，你我不过是一丘之貉，别忘了，你也是天下第一大贪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这个国，而非像你一样摧毁它，再踩着废墟称王。守护？那你告诉我，你是如何知道我每一步计划的？如何在这京城布下天罗地网的？你何以能未卜先知？嘿嘿，告诉你也无妨，因为天命在我，不在你。天命？虾仁，你苦读圣贤书，最后竟信了这虚无缥缈的东西。我魏庸一生只信人定胜天。这不是虚无，是先人的智慧，是这片土地的意志。他选中了我，让我背负万世骂名，就是要清除你这种妄图窃国的毒瘤。魏庸，你的时代结束了。天命？好一个天命！既然天不容我，我便以身殉道。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魏庸一步步走入烈火，一声未发，挺直身躯化为灰烬，火焰吞噬了一代枭雄。与此同时，京城外的蛮族大军因城中大火与主帅魏庸的失联而军心溃散，被皇帝早已调遣的边军精锐一举击溃。京城之乱平定后的第一次大朝会，金銮殿内百官肃立，气氛凝重，所有人的目光都看见了如今双腿尽废的第一贪官虾仁的身上。虾仁，你虽平叛有功，但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今日竟还敢坐着轮椅上殿，是想藐视皇威吗？没错，请陛下降罪，此等奸佞，功过不能相抵，必须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弹劾之声此起彼伏，虾仁却恍若未闻，只是抬眼平静地望向龙椅上的皇帝。虾仁，众卿所言，你可有辩解？臣无话可辩，臣只带来了一本账，想请陛下过目。沈清婉双手捧着账册，一步步走上御阶，呈给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念，给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字不差地念出来。大于37年春，虾仁贪没户部赈灾银10万两。听听，铁证如山。其银两经由府管家之手，于黑市购入高产粮种3万石，悉数送往遭受旱灾的河东3州，活留名余20万。话音落下，整个金銮殿死一般的寂静，御史大夫的冷笑僵在脸上。
同年夏，虾仁侵吞江南盐税30万两，用于秘密招募天下名医，于京郊设立药房，研制瘟疫良方。瘟疫爆发，此方救治百姓超10万。同年秋，虾仁所汇公布50万两，尽数投入黄河大堤加固工程，所用材料、工时远超朝廷定额3倍。当年冬，黄河泛滥，两岸州府无一决堤。一笔笔贪腐对应着一项向救国救民的善举，真相如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那些弹劾者的脸上。龙椅之上，皇帝的身体微微颤抖，他走下御阶，一步步来到虾仁面前。你为何从不辩解？陛下清明于臣早已是身外之物，若骂名能换来江山安稳，臣万死不辞。好一个万死不辞！传朕旨意，虾仁以贪为名，行救世之时，其心可照日月，即可恢复其所有官职，昭告天下，为其证明。圣旨宣读完毕，百官跪服，无上的荣耀将虾仁笼罩，他却只是抬起头，平静地看着皇帝。陛下，臣还有一事相求。夏爱卿，你为社稷九死一生，但说无妨，无论何求，朕都准了。陛下，臣恳请辞去所有官职。夏大人，你这是何意？刚刚恢复的官职，这泼天的荣耀，你竟说不要就不要了？臣还有3样东西愿献于陛下，献于我大于江山。这是其一，为高产2种培育之法，可令亩产倍增，天下再无饥馑之忧。其二，为水泥配方，筑墙修堤，坚于金石，可保黄河两岸100年无虞。其三，为青霉素提纯工艺，可救万千伤患于水火，驱瘟疫如神助。3样足以改变国运的奇物，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百官瞠目结舌，他们无法想象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超世间任何金银财宝。虾仁，这些神物你从何而来？皆是臣之先人遗泽。先人曾言，此物为匡扶社稷而生，当随国运昌盛而散。如今海晏河清，他们也该功成身退了。终极任务匡扶社稷已完成，奖励新生。系统检测到宿主主动放弃一切，符合最高指令无我之境，能量耗尽，现在开始解绑。解绑成功。一股无形的暖流包裹住虾仁的全身，前所未有的轻松。妙啊！好一个功成身退，朕准你所请，但朕再赐你最后一样东西，传朕口谕，赐虾仁金牌1面。见此牌，如朕亲临，大于疆域之内，天下行走，百官回避。谢陛下隆恩，但不必了。他没有再看皇帝，没有再看这滔天的权势，在万众瞩目中，沈心婉没有一丝犹豫，轮椅转动，他们没有再回头，缓缓向殿外走去。虾仁，我们回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社稷绝学，为万世太平。1年后，江南一处农家的小院里，沈心婉正带着一群农家稚子，一字一句地念着书，他的目光越过书卷，望向田埂的尽头。那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一步一步走得缓慢却无比坚定。沈心婉对孩子们温言几句，便提着裙摆快步向虾仁走去。走这么远，累不累？不累，站着看得更清楚些。今晚这就是我一直想看到的天下。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说完，沈心婉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小小的锦盒，里面静静躺着一只玉簪。今晚这是我找人修好了，他们说这叫金善，破碎也可以是另一种圆满的开始。虾仁看着那只簪子，眼神剧烈的颤动，那是他亲手摔碎的，是他与他之间最深的裂痕。今晚我欢迎回来，虾仁。两人在夕阳下紧紧相拥，身后是朗朗读书声，眼前是万里河山，怀中是钟声归宿。